大家好，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首页更新的具体内容。Pi 应用孵化器成功完成首批孵化，新 Pi App Incubator 的第一次迭代取得了巨大成功。这是一个为期12周的密集开发者计划，专门针对特定社区应用程序。我们很高兴与社区分享成果。该计划促进了应用程序的改进，包括用户界面、设计、游戏机制等，旨在为 Pi 生态系统带来更好的实用程序。随着 Pi 走向开放网络，并在开放网络条件下不断取得进展，我们鼓励社区开发人员继续构建新的实用程序，推动网络朝着我们的目标前进，即100个适用于主网的独特应用程序。这些应用程序可以解决真正的需求，并为 Pi 生态系统带来实用性。关于该计划，参与团队在每周会议和全队协作会议上获得了 Pi Core 团队的产品、技术和设计指导和反馈。开发人员改进了用户界面和用户体验，这是应用程序使用率提高的2个关键因素。反馈包括对现况、图表、图像和其他要点的评论，以帮助团队了解需要改进的原因和方式。每个团队每月都可以获得一笔津贴，用于开发他们的应用程序。这笔钱用于增加开发人员资源，改善基础设施以及创建或完成功能。关于团队，该计划的第一批团队共有5支，每支团队的入选基于其申请质量、团队投入时间的可行性、做出重大改变的意愿和能力，以及对 Pi 生态系统的承诺等标准。参与团队包括连接社交、派洛特、派克特广场、Pi2Go、圆周率世界锦标赛。这些应用程序都参加过过去的 Pi 活动，例如各种黑客马拉松，目前在 Pi 浏览器的生态系统 UI 中列出。在为期12周的每一周中，团队都会与核心团队提供的导师会面，讨论接下来1周的进展、挑战、想法和计划实现的目标。团队会不断审查已完成的工作，以确保改进实施，并评估是否需要进一步改进。随着项目的进展，每个团队自然而然地开始看到他们的应用程序的其他改进潜力。以下是该计划期间完成的一些重点工作。这些工作并不详尽，因为还有很多成就，其中一些是用户看不到的，例如数据库查询改进和服务器资源增加，从而缩短了加载时间。圆周率世界锦标赛 World of Pi Championships 是一款配对游戏应用。团队主要致力于改进应用的视觉组件，主要更新包括添加了新的世界地图以及区域地图，这些地图向用户展示了关卡路径。这些更改更好地帮助用户浏览应用并确定下一个关卡。以下是该团队对于参与孵化器的感受。在指导团队的宝贵支持和指导下，我们付出了200%的努力，成功地将原始游戏应用程序改造成更具吸引力、用户友好的应用程序。连接社交，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完成了许多新功能，例如更新帖子、市场、文章、聊天和个人资料自定义。其中一些功能以前可用，团队致力于改进它们或添加其他功能。以下是该团队对于参与孵化器的感受。每周的会议和津贴至关重要，有出色的支持，包括应用程序评论、每周会议、建议、指导和资源。使用 Pi Network 开始 Web3 非常容易。派克特广场，在孵化器期间， Marketplace 被迫改进其市场应用程序。它们具有所有预期的功能，但用户有时难以导航和找到功能。为了改善这一点，团队致力于统一界面，同时减少混乱。这包括更新应用程序的设计，以便所有颜色、图标和设计都来自同一来源。此外，用户界面也进行了更新，导航图标更少，重点是让用户访问最有用的功能。以下是该团队对于参与孵化器的感受。与 Pi Core 团队成员保持密切联系意义重大。我们与 Pi Core 团队成员一起审查了一些功能，改进了 UI，
并在测试应用程序后遵循了他们的指导和建议。财务资源也很重要，因为它帮助我们支付了项目期间的部分费用。您可以在展示其主屏幕的前后屏幕截图中看到该团队的工作。Pi2Go 在孵化器期间，这款旅行预订应用程序主要专注于改进其难以导航的用户界面。我们完成了一个全新且经过改进的用户界面，将游客、预订服务的用户和供应商、提供服务的用户流程分开。这种分离以及团队完成的改进基础设施工作，将使用户能够更快地选择所需的流程，并查找或提供旅行服务。以下是该团队对于参与孵化器的感受。我们非常感谢有机会成为孵化器计划的一部分。对于我们的应用程序来说，这是一个巨大的成长和改进之旅。今天，我们很自豪地说，我们拥有一款设计精美的应用程序，这要感谢 PyCore 团队的支持和指导。旧的和更新的流程可以在这里看到。派洛特在进入孵化器之前， Pilot 曾与 PyCore 团队合作，重新设计他们的应用程序。该过程包括为重新设计、创建现况和模型。该团队在该计划之前就开始实施这些，在孵化器期间，他们专注于全面实施设计。该团队应该很快就会推出重新设计的应用程序。展望，从孵化器计划第一批成员的完成情况来看，我们获得了一些重要的见解。PyCore 团队对参与的团队表示赞赏。他们的奉献精神和出色的工作使该计划的第一次迭代取得了成功，并帮助我们朝着开放网络生态系统目标和真正的效用创造迈进。在下一个孵化器启动之前，核心团队还在致力于改进项目，这包括提供更多资源、扩大指导范围以及审查项目的时间表，以优化其影响。一旦做出这些调整，派核心团队将公布下一批孵化器的详细信息，继续致力于促进派生态系统内的创新。请务必查看这些应用以及生态系统 UI 中的其他应用。祝所有开发人员开发顺利，我们期待未来能有您加入。生态是一种循环的、充满生机的、源于大自然的一种生态体系，然后就把这个概念放在互联网里面，也让各种 API 就像大自然的生态一样，可以循环往复，不断创造出价值，带动经济，所以就成为生态。于是各种领域也用生态这种来诠释，这也是大家在很多地方可以看见所谓生态的东西。所以在互联网里，所谓的生态你就可以理解为各种 API 了。先有这种概念，大家就可以更好的理解了。其次则是不是生态的各种 API 都是搭载在老范他们的链上的。一直以来大家都有一个错误的认识，那就是生态 API 是要搭载在 Pi Network 链上。实际上并不是这样，也就是说生态 API 只需要对接链上支付就可以了。现在的生态也只是这样对接而已，未来开网之后多数都是这样。生态可以使用老范他们的接口数据，开发各种不一样的应用程序。总之呢，生态只要对接支付系统，其实就已经实现资金去中心。至于生态的其他，比如图片、文字、视频等数据想要去中心，就可以参考炉边的去中心机制，这个还有很长的路要去探索。生态也只能一步步的跟随大势而不断完善和提升，没有一次性就到位的。尤其是在国内的生态，我们大家其实还有很多事情是需要去研究的。不过今年大家要做好准备的不外乎就是两个：一，有能力安排一个节点；二，到时候大家也可以一起参与。同时我们也号召有能力的人可以开发各种生态，如此 Web3 才能繁荣，大家手里的资产才能越发的有价值。